有人建议俄罗斯应该向中国采购陆军合成旅的装备，但其实俄军在战场上不利的原因不是缺装备，而是缺体系。大家好，我是肖映华。俄乌战场现在打成一个焦灼的状态，可以说双方都下不了台。俄军现在虽然还占着不少的地盘，可是精锐部队已经在去年都拼光了，现在纯粹靠着后备兵员和老旧的装备在那里死守。而乌军的损耗也很大，特别是乌军想要收复失地，就必须获得更多的先进装备。但我们都知道，北约不会轻易再给乌军更多的装备，所以乌军想要收复失地也是遥遥无期。现在无论是支持俄军的观众，还是支持乌军的观众，都非常的焦急。这不就有人提出了，如果俄军花钱买几个中国合成旅的装备，或许就能改变了战局。事实真的如此吗？有这样一种想法并不奇怪，信息来源其实就是当年解放军的合成营在俄罗斯的演习场上轻易击败了俄军的传统部队，展示了中国合成旅的强大战斗力。所以不少人把中国的合成旅奉为至宝，认为只要把这些装备给了俄军，俄军就能反败为胜。解放军陆军的合成旅分为3类，分别是重型合成旅、中型合成旅和轻型合成旅。其中轻型合成旅只装备猛式装甲车，更像是步兵旅，而中型合成旅装备了轮式坦克和轮式步战车，战斗力要强很多。至于装备99式坦克的重型合成旅，战斗力可以说达到了爆表，但价格也是不菲。就算俄罗斯装备了中型合成旅，就能改变战局吗？合成旅玩的可不是钱，还有覆盖整个战区的指挥、后勤、通信、数据链、情报体系等等。这些东西俄罗斯本来就缺少，只有少数部队建立了现代化的体系，还在去年被打了个稀巴烂。现在的俄军不过就是拿着无线电联络的一支传统部队，送给他们再多的装备，他们现在也只能送上前线去消耗。看看对面的乌军，哪怕前线告急，乌军新成立的部队都要送往北约去训练，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让部队适应现代化的作战体系。之前网上就有不少人对比过俄军的将领和乌军的将领之间的差距。俄军的将领基本都是大腹便便、头发花白的70后、60后，而乌军的将领基本都是80后，甚至是90后。不同年龄段所处的不同时代，决定了双方将领脑袋里边装的东西根本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老人们想的依然是钢铁洪流，万炮齐发，新一代年轻人脑袋里装的已经是信息化、智能化、合成化。的确，乌军的装备落后，编制上也没有什么亮点，但乌军将领们现代化的指挥理念先进，在美西方国家的军事协助下，乌军快速建立起了自己的军用物联网。在美西方国家强大的体系支持下，乌军现在的统合能力已经完全的超越了俄军。在这个体系下，乌军少量的精锐装备可以发挥出原本数倍的战斗力。而相比之下，即便是买些中国的合成旅装备，在缺乏全局的情报、网络、通信、指挥决策的协助，这样的合成旅其实只是一个空架子，根本产生不了更强的战斗力。好了，今天就说到这里，咱们下次见。